的享受69折优惠。我选择深夜去吃海底捞，没想到刚坐下，菜单上缓缓出现几条规则：一、不要在海底捞店大声喧哗；二、只能与红马甲服务员说话，不能拒绝他的请求；三、杯中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；四、不能吃辣的顾客面前不能出现辣锅；五、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；六、不要伤害店内的宠物狗；七、找到顾客中隐藏的规则制定者将获得1次惩戒权利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其他顾客也被这份点菜页面吓到了，表情凝重。几名服务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大家吓得大气不敢出，整个店内充斥着紧张的气氛。忽然，一位光头大哥站了起来，他指着服务员骂骂咧咧：“什么破店，好好吃个饭，搞这种名堂，别再装神弄鬼了，让你们经理滚出来！”空气像是瞬间被凝固住般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因为游戏规则的第1条就是不许在店内大声喧哗。服务员歪了歪脑袋，脖子处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光头大哥继续骂道：“就不应该半夜来吃火锅，真晦气！”话音未落，光头大哥像是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，呆呆地立在原地。他像魔怔了般目视前方，嘴里不住喊着：“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！”我朝目光的方向看去，明明什么都没有。下一秒，光头哥就被爆头嘎掉了。然而坐在光头大哥对面的女人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。完了，她也违反了规则。果不其然，几秒后，女人紧跟着爆眼而嘎。我看着眼前的情景，吓得合不拢嘴。这时播报声响起：“尊敬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海底捞游戏。从此刻起，你们将与外界隔绝，只有坚守秘密到最后的一个人才能活着走出这里。这是一场正义者的审判，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之前完成任务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1号、2号出局，游戏继续。”话音刚落，周围就议论纷纷。然而刚刚光头男和女人的菜单上出现了一行字：1号在逃杀人犯，曾伤害过1名流浪老人；2号黑心老板娘，售卖劣质眼药水，致使多人失明。紧接着，每个人的头顶上都出现了一串闪着蓝光的小字：心理医生、老师、美容师、宠物博主、网络主播、学生，每个人的身份都完全公开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光头男和女人的死法对应着他们做的恶事，只要出局就可以显示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。想要赢得游戏，只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除掉其他顾客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提示音再次响起：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前走出这里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还剩下1个半小时，如果一直按兵不动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嘎。就在我想采取行动之时，网络主播忽然站起来，掏出一把匕首刺向旁边的心理医生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匕首即将刺向心理医生的一刹那，服务员忽然闪现在了他们面前，匕首被服务员夺过来，扔了10米远。3号暴力行凶，警告1次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既然不能使用暴力，就只能靠游戏规则了。这时那位劫后余生的心理医生冲我敲了敲桌前的饮料杯，心理医生敲得很有规律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忽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低头看向自己的杯子，我的饮料已经喝完了。第3条规则说过，杯子里的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。我赶紧挥手示意服务员，服务员像鬼一样飘了过来，为我倒完饮料后，服务员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站在我面前。我低着头，紧张的冷汗直流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你需要肥牛卷吗？这种情况下，谁还能吃得下肥牛卷？我刚想拒绝，猛地想起之前菜单上的规则2，请不要拒绝红马甲服务员的请求。我用余光瞄向服务员穿的马甲，正是红色的。需要。很快，服务员就将一块鲜肉放在了我的盘子里。这不会就是我要的肥牛卷吧？这明明就是刚刚光头男身上的腹肌啊！然而服务员死死地盯着我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是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我有点肚子疼，想去厕所。服务员瞪大眼睛。亲爱的顾客，卫生间在直走左手边，请您速去速回。来到厕所后，我坐在马桶上喘着粗气。与此同时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凌晨1点的数字映入眼帘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就只剩下1个小时了，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5个人。我要怎样才能在1个小时内除掉这4个人呢？就在我苦恼之际，旁边的隔间响起了阴森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。歌声断断续续，伴随着呜呜咽咽的哭声。我虎躯一震，猛地想起规则里有1条，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。我停下了提裤子的动作，生怕布料摩擦的声音引来隔壁间的注意。女孩继续唱道：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，多亏了他为我撑伞。诡异的歌词配上小女孩诡异的腔调，我额头的细汗越来越密，麻木的腿已经要撑不住了。
终于我忍不住动了动右腿，结果一不小心踢到了旁边的垃圾桶。与此同时，隔壁间的歌声也停止了，我像石化一般僵硬在原地，一只手从隔板下面伸了过来，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在摸索什么。我知道他是在试探隔壁间有没有人，我强忍着双腿的麻木，一点点躲开他的摸索。那只怪异的手摸索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不能确定小女孩什么时候能离开厕所，于是我鼓足勇气打开了厕所门。厕所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店里放着的奇怪音乐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我抬头看到了对面洗手台的镜子，镜子里那名小女孩正站在我身后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大声喧哗会违反海底捞规则，我早就尖叫出声。我透过镜子看到了她湿漉漉正滴着水的头发，以及那张满是伤痕的脸。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听天由命时，小女孩却忽然转身向其他方向走去。我这才注意到她的2只眼睛已经瞎了。回到座位后，我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，发现顾客少了2位，分别是老师和网络主播。就在疑惑之际，食物的香味飘到我的鼻腔里，我这才发现服务员已经帮我把虾滑下好了。经过这一夜的惊魂，我的肚子早就饿了，正准备吃点虾滑垫垫肚子，忽然感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蹭我。我低头一看，一只小狗正趴在我的脚下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这只小狗没有皮毛，它不会就是规则里提到的宠物狗吧？我急忙把番茄锅里的虾滑端到小狗面前，小狗把头伸向盘中大快朵颐。它每多吃1块虾滑，皮肉就长出1分。一整盘虾滑吃完后，它恢复成正常小狗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厕所发出一声巨响，网络主播从厕所里冲出来，头发凌乱，眼神恍惚。色眯眯的老师也从厕所里出来。你这个恶魔！老师挑了挑眉，神态淡漠。不是苏小姐你约我的吗？网络主播咬牙切齿。要不是你骗我说已经找到了隐藏的规则制定者，我才不会委身。老师打断了网络主播的话。看看你杯子里的饮料吧。网络主播这才缓过神来，他惊恐地看向桌子，他的杯子里空空如也。苏小姐，不好意思了，我在你去厕所赴约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。苏小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这个疯子，我要嘎了你！网络主播彻底失去理智，他疯了般地扑向那位猥琐的老师。穿着红马甲的服务员又出现了，拦住了网络主播的去路。3号玩家暴力行凶，累计2次。话音刚落，网络主播的面容就开始腐烂，五官逐渐扭曲变形。3号的菜单上出现一行小字：3号。黑心网络主播曾设计杀死了自己的整容医生，所以他的嘎法是五官溃烂。在网络主播彻底咽气后，整个海底捞店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这时，厕所又传来了小女孩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香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小女孩的歌声，老师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他好像知道点什么。这时，隔壁桌的美容师忽然招了招手：“我的饮料喝完了，请帮我倒一下。”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容师看，因为朝他走过来的是一位穿着白色马甲的服务员，美容师是一位红绿色盲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不妥。我不喜欢喝酸梅汤，你给我换成西瓜汁。好的，顾客，请稍等。下一秒，他就把美容师按进了沸腾的锅里，美容师甚至来不及惨叫，他的脸就被烫熟了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4号的秘密：4号。黑心美容师，无证上岗美容店，机械高温事故，致使多人脸部受伤。原来这些奇怪的服务员就是这场事故中的受害者，怪不得一个个都面目全非。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也许这个店里出现的所有 NPC 都与顾客隐藏的秘密有关。我大胆猜测，宠物狗也许和那个宠物博主有关系。于是我抱起小狗向宠物博主走去，他看到我走来，露出警惕的表情。我用平和的语气说道：“我在某音上关注了您的账号，知道您特别喜欢小动物。”我把怀中的小狗向宠物博主展示了下，谁知他看到我怀里的小狗后，满脸惊恐：“拿走，拿走！”宠物博主急忙的挥手，像是看到了什么避之不及的东西。您看这小狗多可爱呀！我抱着小狗，故意往它身上靠。滚开呀！宠物博主一个抬手，手机不小心掉进了锅里，锅底的热汤溅出来，洒在小狗身上。小狗痛苦的嚎叫一声。忽然，宠物博主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而我却露出得逞的笑容，因为他违反了第6条规则，不要伤害宠物狗。我怀里的宠物狗忽然跳出我的怀抱，冲着宠物博主龇牙咧嘴。宠物博主双眼瞪大，惊恐后退。下一秒，无数只小狗从角落里冒出，它们扑倒宠物博主，大口撕咬起来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5号的秘密。5号，黑心宠物博主曾伤害过无数只宠物狗，并将这些狗狗剥皮卖给了狗肉店，又解决掉一个对手。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2个顾客。就在我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动手之时，那恐怖的歌声再次响起。好长的一条鱼香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歌声后的老师忍不住颤抖起来。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想法，我举起手向服务员示意想去厕所。临走前，我还特意将装有饮料的杯子藏了起来，毕竟有网络主播的前车之鉴，我不得不防。来到厕所门，正好看到那个失去眼睛的小女孩在门口照镜子。在我缓缓靠近时，小女孩猛地转过身来，
我打开手机播放音乐，果不其然，这很快引起了小女孩的注意。终于，在我的故意引导下，小女孩走出厕所来到了大厅。看到小女孩的那一刻，老师的脸色陡然一变。我走到老师桌子前，关掉了音乐。小女孩则在音乐消失后茫然地停下了脚步。接着我顺势坐到了老师对面的座位上。老师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你想耍什么花样？我微微一笑，接着又开始播放起音乐。然而再次听到歌声后的小女孩缓缓朝老师走来，老师面目狰狞，可她竟然灵机一动跑到了我的座位上。我关掉音乐，嘴角微微一笑，因为她成功违反了第4条规则，不能吃辣的顾客面前不能出现辣锅。是的，刚才去厕所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老师面前的锅底是清汤和菌汤的，所以我断定老师不能吃辣，于是我才设计了这个圈套。下一秒，那个小女孩突然变得狂躁起来，猛地扑向了老师。与此同时，老师的秘密也被公布：6号黑心老师曾经在一个小雨天侵犯了一名女学生，接下来就只剩下最后那名心理医生了。心理医生似乎根本不关心其他人的死活，一直在不停地敲着桌上的杯子，而我却从容地走到了他的身边，然后冲服务员喊道：他是隐藏的规则制定者。听到这句话，心理医生惊呆地看着我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，我从这场游戏一开始就在观察每个人的表情，在场所有人都不敢直面自己恐惧的东西，而你却完全不一样，不仅没有自己害怕的东西，并且还是一副吃瓜看戏的样子，所以我断定你一定是那个隐藏的规则制定者。心理医生听完我的分析后，忍不住鼓起了掌，接着对我说了句：我们下次再见，然后便消失不见。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正好是2点，我立马以最快的速度朝门外冲去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时间正好卡在了2点01分。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狗运的原因，我依旧成功逃离了这家火锅店。事后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说，这里从始至终就没有存在过什么火锅店，而我所经历的一切也并不打算告诉其他人，因为我也不想让我的秘密被别人知道。况且那个小女孩这么可怜。就在我得意洋洋，以为自己逃离审判时，刚推开门，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尊敬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海底捞游戏。长失踪后的第3天，群里发来一个群公告：封控期间，所有同学不可以离开校园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，并附上了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班长一脸惊恐地往前跑，仿佛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他，可是后面分明什么也没有。下一秒，班长的身影凭空消失在了黑暗中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响起，伴随着班长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视频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看完这段视频，寝室里爆发出室友高分贝的尖叫，平时不怎么聊天的班级群也瞬间被疯狂刷屏了。视频的拍摄日期显示是3天前，很显然，失踪的班长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。室友宋妍从厕所里跑了出来，哆哆嗦嗦地说道：这视频是怎么回事啊？班长他死了吗？小美皱眉道：你们看，视频被撤回了。虽然视频被撤回了，但是群里所有学生都已经看到这段视频了。群里的聊天依旧在不断刷新，大家都在议论班长的死因，还有人提议要报警。这时我点开群公告看了下上面的内容：封控期间，所有学生不得离开学校，请所有同学佩戴好口罩，注意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2. 校园广播拥有绝对命令，请遵守广播里的话。3. 寝室绝大多数是安全的，除非你的室友开始谈论一些你听不懂的话。4. 寝室楼没有电梯。5. 9点之后不要在宿舍内照镜子。6. 如果发现室友趴在桌子上睡觉，一定要叫醒他。7. 小心那些黑暗中的生物。8. 10点之前必须回到宿舍楼，宿管阿姨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学生。9. 学生之间不得发生暴力行为。这些规则实在是太古怪了。就在这时，刺耳的电流声响起，校园广播里传出了班长的声音：同学们晚上好，学校因突发情况临时进入封控状态，请所有学生在10分钟之内来到操场进行核酸检测。核酸检测相关事项，请各位同学参考班级群公告，不遵守规则的人会杠。我的脚底升起一股凉意，群公告又多了一条关于核酸的规则。操场没有第4个核酸点，每个核酸点排队人数限制为20人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现在是晚上9点10分，操场离宿舍大概5分钟的距离。如果按照正常步行，所有人都能9点15来到操场。我来到了窗前，往外望去。以前我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在操场活动的学生，但是现在我竟然连操场的轮廓都看不到，只能看到一片浓稠的黑暗。群里的同学们都慌了，走廊上响起了开门的声音，还有密集快速的脚步声。其他寝室的人出门做核酸了。宋妍已经打开了门，扭过头疑惑地看着我：降职，快点啊！小美也在催促我。我突然愣了一下，刚刚我分明听到了一个声音，笑声。我强压下内心的异样，走出了房门，
突然前面一个寝室门开了，3个女孩子手挽着手走了出来。这几张年轻的面孔我有些眼熟，每天都能看见，但却从未打过招呼。她们看见我们，对我们笑了一下，但我却隐约觉得哪里有一丝怪异，具体是哪里奇怪，我却一下子想不起来。宋妍是个社牛，这一层寝室的人他几乎都认识。他刚想走上前和他们说几句话，我猛地扯住了宋妍的手臂，冷汗从我额头滑落，我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了那句话：你们还记得我们寝室里的门是向外推开的吗？我当然记得啊，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这时小美脸色难看的压低声音说道：白痴，你没发现他们刚刚是朝里拉开的门吗？那3个女孩还站在我们前面不远处，微笑地看着我们。她们从刚刚开始就没有眨过眼睛，一直在直勾勾地看着我们。快点走啊，不然要赶不上核酸了。3个女孩异口同声地说道，除了声音不一样之外，音调竟然出奇的一致。这下连迟钝的宋妍都开始觉得不对劲了，她颤巍巍地说道：他们是怎么回事？请小心那些黑暗中的生物。我低声说出了这条规则。3个女孩的身后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而且她们似乎没有影子。注意到这点之后，我的后背窜起一股冷意。其中一个女孩看着我们缓缓说道：你们怎么不走了？她的嘴角翘起一个夸张的弧度。怎么办？宋妍快要哭出来了。小美抓紧了我的手，等不到我们的回答，女孩们开始慢慢朝我们靠近。她们3个人走路的姿势，甚至迈开的步伐，全都丝毫不差。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缩短，女孩们脸上的笑容越发明显，眼角夸张的上扬着。可是我们身后已经没有退路，只有一面墙壁和镜子，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是寝室。我用力的回想，冷静点，酱汁，一定有什么被你忽略掉的细节，想起来，快点想起来。我快速扫了2侧的寝室门，小美焦急道：快点，我们快回寝室。我被小美往寝室的方向拽去，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的手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细节。就在小美打开寝室门让我们快进去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推开了小美，猛地拽上宋妍的手，往镜子前撞去。酱汁，你疯了，那是镜子啊！宋妍大叫。就在我们要撞上镜子的那一刻，周遭的场景倏然变化，我们回到了寝室内。宋妍大口喘着粗气，惊魂未定地看着我说道：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带着我往镜子里照吗？我们怎么又回到寝室了？小美奇怪地看着我们，似乎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恐惧。你们刚刚是怎么了？我喊你们走，你们却像中邪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宋妍听到小美的话，彻底傻眼了。我快速地解释道：还记得那条规则，9点之后不能照镜子吗？但群公告发布的时间是9点10分。宋妍，你当时是不是在厕所里照镜子？对，我当时确实在，所以我们违反了规则。寝室的门开的方式是相反的，寝室2侧的门牌号也是倒着的。小美抓着我的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手上的痣，她的痣是在左手上，可是她抓着我的是右手，所以我推测这个小美不是真的，我们之前是在镜子里面。就在这时，校园广播再次响起，请所有还未做核酸的同学立刻到学校操场进行核酸。我暗道不好，现在是晚上9点15，我们离核酸剩余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。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学校操场，操场上早就排起了长队，从左往右数，有4个核酸点，前3个核酸点都排满了人，只有最后一个核酸点孤零零的。最后一个核酸点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头发很长的女人，她低垂着头，看不见脸，给人一种非常阴沉不好的感觉。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没有去第4个核酸点。我数了数人数，发现中间2个核酸点队伍都排满20人了，只剩下第1个刚好有3个位置空出。小美说：我们去排队吧。这时我迟疑的开口道：怎么样才算是最后一个核酸点呢？如果从左往右数，最右边的就是最后一个，但如果顺序是从右往左呢？那么第4个核酸点就会变成第1个。核酸排队时间只剩下了半分钟，我们必须做出决定，是第1个还是第4个？宋妍和小美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，我后背绷得很紧。20秒，15秒，突然天空闪过一道惊雷，此时操场上的路灯似乎突然出现了问题，一瞬间操场陷入了黑暗，周围响起了短促的尖叫声。终于我发现了异样，操场上的光线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第4个，我大吼一声往第4个核酸点跑去，宋妍和小美紧跟着我，其他学生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们。不是说了不要去第4个核酸点吗？第1个队伍还有空的位置啊，你们不觉得第4个核酸点的那个工作人员长得怪吓人的吗？人群里发出了好心的提醒声，我没有理会他们。最后1秒，我们3个站在了第4个核酸队伍里，近距离面对这个女人，我整个身体都止不住的在颤抖。女人的头发仿佛很久没有梳过一般，我感觉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，甚至觉得是不是一开始的决定是错误的。张开嘴巴。女人的声音格外嘶哑难听，我胆战心惊地张开了嘴巴。好在核酸的过程非常顺利，我刚要离开的时候，女人却突然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我的心脏跳得飞快，
下一秒，她松开了我的手，我的掌心里多了一张纸条。下一个。女人再次低垂下了头。我们顺利做完了核酸，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你其中一个室友是假的，小心他，切记他早已被感染。我后背一阵发冷，我扭过头看着身后站着的2个室友，陷入了沉思。宋妍好奇的小声问我：酱汁，你怎么知道这才是正确的核酸点？我的眼神移向了第1个核酸点，解释道：还记得刚刚操场短暂的停电吗？那时候操场短暂的停电之后，我看不清所有人的脸，但唯独只有一个人的脸却是能看清的。第1个核酸点的工作人员的脸是微微发亮的，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常的人类。听完我的话，宋妍一脸恐惧道：那这些排错队伍的人……这时异变发生了，第1个核酸点做完核酸的一个男生突然涨红着脸，捂住了自己的喉咙，发出了嗤嗤的声音。下一刻，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呕吐声，吐出的呕吐物里全是密密麻麻蠕动的黏腻的虫子。好痒，好痒啊！男生使劲地抓挠自己的皮肤，我头皮发麻到了极点。他显然痛苦到了极点，这骇人的一幕让很多人发出尖叫声，但很快又有人痛苦地开始抓挠自己的脸。他们的症状和死去的男生一模一样，其中一个症状轻微一点的男生愤怒地冲到了工作人员的面前：你刚刚给我们做核酸的时候，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但他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那些一根根医用棉签上竟然攀附着无数颗像是虫卵一般的颗粒。此刻的操场宛如地狱，排在第1个核酸点的学生全部死亡。所有人都清晰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：违反规则的下场极其恐怖。这时广播里班长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本次核酸筛查结束，感谢同学们配合，现在请同学们回到自己的寝室，但注意，请小心回去的路。我拿出手机一看，群公告果然更新了：1. 宿舍的门禁时间是10点，宿管阿姨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学生。2. 操场到宿舍楼是一条直行道，没有岔路口，如果遇见岔路，请立刻闭上眼睛往前走。3. 不要抬头看路灯。4. 如果听到身后有人喊你的名字，请不要回头。5. 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6. 学校的保安穿着黑色工作服，如果你在路上遇见穿着红色工作服的保安，请立刻找一个安全地方躲藏起来。7. 学校里没有小猫，请不要相信猫。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晚上9点40，这一段路程只有5分钟的距离，我们却走得异常小心谨慎。这时我突然听到宋妍惊叫一声：你们快看，路灯上面那是什么东西？小美下意识的就要抬起头，却被我死死的按住了。我额头满是冷汗，压低声音说道：不能抬头看路灯。小美这才反应过来，我们压根不敢抬头往路灯上看。这时我感觉到宋妍缓缓凑到我耳朵边上，用一种拖得很长的极为怪异的声调说道：怎么不看路灯上面啊？我扭过头看到宋妍瞪着眼睛，用力的抬头往上看。你看我们明明都被挂在上面啊！我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战，想要缓缓抬头，下一秒我的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，是宋妍。她焦急地说道：你们刚刚整整站在原地不动了5分钟，我使劲摇晃你们都没反应。我却一阵后怕，差一点我就要抬头看路灯了。我刚要继续往前走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岔路口，操场到宿舍楼是一个直行道，没有岔路口，2条岔路仿佛通往无边无际的黑暗，看不到尽头。赶紧闭上眼。说完我闭上了眼睛，靠着感觉往前走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听到小美喊道：我们到宿舍楼了，你们可以睁开眼睛了。我刚要睁开眼睛，却意识到不对劲，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一块往宿舍楼走。要是真的到宿舍楼门口了，我肯定能听见进出宿舍的机器刷脸成功的提示声，但此刻周围死一般的寂静。真到了，真到了，酱汁，咱赶紧进去吧，这马上就要10点了。宋妍和小美都在焦急地催促我，我则没有理会他们，继续往前走。酱汁，你要走到哪里去？为什么你还要往前走？我听到他们大喊：酱汁，停下来，睁开眼睛吧，酱汁。刚开始他们的声音还能维持正常的属于人类的声调，但随着我越往前走，那声音里夹杂着的恶意就喷涌而出。又走了不知道多久，我终于听到了其他人的脚步声，还有说话声。这一刻我知道我回到正常的路上来了。我猛喘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，宋妍和小美都在我身边，我这才微微放松了下来。这时我听到了一声猫叫声，是从旁边的草丛里传来的。学校里没有猫，请不要相信小猫。我牢记这个规则，但脑海里却有一个蛊惑的声音在告诉我：去摸摸小猫吧，谁能拒绝小猫呢？我无法控制地往草丛里走去。这时一个女生比我更快一步走到草丛里，下一秒她的身影消失在了草丛里。草丛里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很快女生的脑袋从里头探了出来，我一阵汗毛直竖。女生的脑袋出现在了一个猫的身体上面，对着我发出尖细的猫叫声。我心脏直跳，不忍地移开视线，我的余光瞥见了一抹红色。小美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戴上了一个红色的口罩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宋妍也发现了不对劲，她哆哆嗦嗦地说道：小美，你的口罩。小美愣了愣，她低下头看了眼自己口罩的颜色，喃喃自语道：什么时候？
我忘记了，好像是刚刚有人说要和我换口罩，我就给他了。小美说着说着，声调却逐渐变得阴冷下来。她去撕扯自己的口罩，但口罩像牢牢地吸在她的脸上一般，怎么也扯不下来。终于我听到了一丝皮肉分离的声音，口罩被小美硬生生地扯了下来。她把口罩递到我面前，阴冷冷地问道：要和我换口罩吗？我瞳孔骤然一缩，她手上抓着的哪是口罩，分明就是她的脸皮。我心跳陡然激增。小美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她又抬头望了眼宿舍楼的方向，最后我听到她发出了一声长叹：回不去了啊，酱汁，我们一开始就忘记了一件事情。小美突然靠近我，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凑在我耳边说道：我都想起来了，小心送盐。我一下子愣住了，下一秒，小美跌跌撞撞地往操场那头跑去。我想要去追，却被宋妍拉住了。她颤抖着说道：来不及了，只剩下1分钟了，小美她没救了。我看着宋妍，小美说的那句话却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脑子里。小心宋妍，